大家好 ，Copilot for Obsidian 這一個外掛提供了11種的大型語言模型的整合。透過這11種語言模型，我們就可以在 Obsidian 裡面來对筆記做 Q&A 的一些操作了。其中更需要大家注意的是，它也提供了2種的本地大型語言模型，也就是 Ollama 跟 LM Studio。这2個語言模型呢是可以安裝在我本機的，因此我們就不需要把可能具備有機密性或者是個人隱私的筆記上傳到雲端，讓類似 OpenAI、ChatGPT 這樣子的語言模型來幫我們做分析了。現在我們就可以直接在 Obsidian 裡面透過 Ollama 或者是 LM Studio 就可以在本地端直接做 AI 的操作。那以下我們先來介紹一下這2個本地端的大型語言模型要怎麼安裝使用。這2種語言模型的安裝設定講解完以後，我們再回頭來看一下 Copilot 要怎麼設定，然後它的一些基本的操作的方法，這樣子可以讓我們更加妥善的来使用 AI 這一種先進的技術。LM Studio 非常容易安裝，你只要到指定的下載位置去下載它的安装檔，就可以直接執行了。提醒大家幾個重點：第一個，如果你本機端的 C 磁碟機的硬碟空間比較少的話，記得要先把模型下載的位置變更到其他的磁碟機。它的变更的方法就是在最左邊的側邊欄裡面的最後面這一個資料夾的圖示，點擊進去以後就可以去變更模型的存放位置了。下載好並且安裝LM Studio 以後，要先去下載模型。下載模型的方法就是點擊第2個圖示，再輸入模型的名稱去做搜尋，搜尋到以後再從右邊來下載，這樣子就可以把需要的模型給下載下來了。來看一下實際執行的狀況，由第2個搜尋這裡，在這一邊輸入需要搜尋的模型，比如說 Llama 2。Llama 2是 Meta 推出的開源的大型語言模型。我們輸入好 Llama 2以後，再點擊 Go， 它就會做搜尋。搜尋出來結果可以從右邊找到可以下載的內容。只要找到一個你想要下載的模型以後，點擊右側的 Download， 它就會下載到 LM Studio 指定的路徑。模型存放的位置剛剛有講過，就是可以從這邊去做變更。點擊了以後，再點擊這個 Change， 就可以去變更模型的存放位置了。接着可以直接使用它的 Chat 功能來驗證一下它是不是可以正確的運行了。因為現在我的 Local Server 有開啟，我先把它給結束，再來做聊天。在這個聊天的最下面這裡呢 ，User 這個輸入框就可以輸入你的任何問題。現在隨便輸入一串問題，然後直接按下 Enter。因為剛剛停止了 Server， 它的模型要重新載入，它目前是在重新載入模型，因此我們要稍等一下。模型載入完成了，它就會立即開始處理了。現在問題它已經回答完畢了，這個就是直接使用 LM Studio 的 Chat 的功能。接着我們再來啟動它的 server， 就是點擊第4個圖示，然後在這個地方指定好 server 的 port。那如果預設的1234 port 沒有辦法啟動的話，那就把它改成用51234。然後因為我們有可能要從外部來送 API 給這一個 server， 因此這個 CORS 選項記得把它給啟動起來。然後接着我們來 start server。這樣就已經把 server 啟動起來，來送一些命令給它來執行看看。在我的解說文章裡面有它的測試用的指令，它使用的是 CURL 這一個執行檔。如果你沒有 CURL 的話，請自行去 Google 搜尋並且下載安裝。我把這個指令給複製到系統剪貼簿，再進入 Terminal， 進入命令提示字元以後，把剛剛複製的內容給整個貼出來，就是讓它直接用 CURL 這一個指令來執行。指令已經送出去了，來看一下 LM Studio 的畫面，可以看到它這時候已經接收到我們送進來的 request 了，而且它馬上就有 response 了。這個就是使用 JSON 格式回應的一個內容。那這樣子就表示我們的 API 的呼叫已經成功了，也就是到時候從 Obsidian 也可以使用相同的 API 的呼叫的方法來調用它的功能了。
接着再來看一下 Ollama 的安裝方法。首先在安裝 Ollama 之前，最好先去設定好3個環境變数，也就是 Ollama Host、Ollama Models 跟 Ollama Origins。这個 Ollama Host 呢，就是本機的 IP 所以你可以把它設定成 127.0.0.1。這個 Ollama Models 呢，可以設也可以不設，主要就是看你的 C 磁碟機的空間是不是夠大。如果你的 C 磁碟機的空間比較少的话，就可以透過這個變數把模型下載的資料夾給變更到空間比較大的磁碟機去。這個 Ollama Origins 呢，是來設定我們要從 Obsidian 調用 Ollama Server 的服務，通常會碰到這個 CORS 的問題，也就是跨來源資料共享的這個問題，必須要加上這個設定，才有辦法讓 Obsidian 的指令調用 Ollama 的服務。因此，請大家要把這個 Ollama Origins 也設定到環境變數裡面。那設定的方法很簡單，就是只要進入 Windows 的設定，再找到這個系統。然後系統的最下面會有一個系統資訊，進入系統資訊以後，再點擊進階系統設定，在這個裡面來設定環境變數。我是直接把它設定成是系統變數，分別設定了這3個變數，就是可以直接點擊新增來新增這個內容就好。因為我已經新增好了，我們直接用編輯來看，上面呢就是變數的名稱，下面就是變數的值。Origins 根據 Obsidian Copilot 它的設定的說明，它後面還有 Ollama 空一格 serve 這個字串，但是我這樣設定以後沒有辦法正確的啟動 Ollama， 因此就是直接輸入到這個星號為止，這樣子就可以正確的啟動了。執行好以後，到時候你在終端機要去執行這個 Ollama 指令的時候，記得要重啟一個新的命令提示字元，這樣子剛剛設定好的環境變數才會生效。然後就直接用 Ollama 空一格 run 空格 Llama 2就可以把 Llama 2的模型給載入進來了。剛剛的這3個變數如果都已經設定好了以後，你就可以直接使用 Ollama setup.exe 相關鏈接裡面也有附上它的下載的網址。在預設的執行檔會放在 App Data Local Programs 裡面。如果各位要找執行檔的話，就是到這個資料夾來找執行檔。安裝完以後，它其實會彈出一個 PowerShell 的視窗，並且會自動下載 Llama 2這一個模型，最後再去執行它。如果你的 PowerShell 這個視窗沒有啟動的話，那我們可以直接用下面這個指令自己來做後面的安裝就是你只要啟動了 Terminal， 進入命令提示字元，然後用 Ollama Pool 這個指令去下載你需要的模型，預設的是用 Llama 2，這樣子就可以把這個 Llama 2給下載下來，並且安裝到我們剛剛這個指定的資料夾裡面。下載完了以後就可以直接來執行它了，就是 Ollama Run Llama 2。從這個指令大家就可以大概了解 Ollama 其實是一個提供安裝並且啟動模型的一整合的工具，它比較像是 Docker 這樣子的一個角色。Llama 2就是類似一個 image 的 instance， 就是一個大型模型，我們可以載入非常多的模型，有需要載入使用的時候就直接用 run 去啟動它。因此這個 Llama 2我們也可以把它改變成是 Llama 2-Chinese 這一個針對中文有調整過的模型。下載並且安裝起來以後呢，就可以看到它會出現這個畫面，就是正常啟動完以後它就會是大於大於大於這個符號。在這個下面我們可以用斜線問號來看一下有哪一些指令可以來操作，它就是有這些指令可以來操作，可以用這個 show 來看一下模型安裝在哪個地方。可以看到這邊就有一個 show model file 可以来看我们模型的安裝位置，那我們就來執行這個指令。在這邊就可以看到我的模型呢是安裝在這個位置，這個就是我的模型的檔名。Ollama 啟動成功以後，就可以在 Obsidian 裡面來對 Llama 做 QA 的操作了。補充一下，如果你在 Obsidian 裡面調用 LM Studio 或者是 Llama， 但是卻沒有正常回應的話，可以按下 Ctrl+Shift+I 看一下這個 console 是不是有這個 CORS 的錯誤。如果有這個 CORS 的錯誤的話，以 Llama 來講就是 Ollama Origins 這個變數沒有設定正確，因此 Obsidian 的 API 的這個 server 沒有辦法接受。這個時候就請大家根據上面講的 Ollama Origins 的設定，還有 LM Studio 裡面的那一個啟用都去執行，這樣子應該就可以正確的連接了。
最後我們來看一下 Copilot 的相關的設定。目前 Copilot 提供了3種的交互模式，就是 Chat， 這個是最標準的聊天的模式，還有它也提供了 Long Note QA 跟 Vote QA。第2跟第3種在切換模式的時候，它都會針對你選擇的對象自己會做索引，然後方便讓我們做 QA 的操作。實際的運作其實很簡單，請各位可以自己嘗試幾次就曉得了。我們要特別再提的就是這個 Chat 的模式裡面，可以在 Copilot 的面板裡面輸入2個中括號，這個時候它會彈出一個視窗，要求你去指定你要選擇的筆記，它接着就可以針對這個筆記的內容做特別的聊天的處理。那下面我們來看一下這2個 local 的大型模型要怎麼來做設定。先進入 Copilot 的設定畫面。在 Copilot Settings 的最下面可以找到 Local Model， 這個就是 Local Copilot。在這個地方，首先來設定 LM Studio， 這個地方就是這個 port。如果當初啟用 LM Studio 的時候是用51234這個 port， 這個地方就要改成對應的 port， 這樣子才有辦法連接成功。Ollama 有2個參數要設，第一個就是你使用的預設的模型，如果你使用的是 Llama 2-Chinese， 這個地方你最好把它換成是 Llama 2-Chinese， 或者是其他的模型，你就是可以把它给变更。後面這個 Ollama 的 URL 通常就是使用這個11434 port， 通常這個地方是不必做修改的。如果你有變更內容的話，一定記得要到上面點擊這個 Save and Reload， 讓它的這個設定重新載入。載入成功了以後，在 Copilot 的畫面裡面才會啟用新的設定。我們來試一下，我來使用這個 Ollama， 然後輸入一個查詢的內容 Send。如果在它回應的右側出現了複製的圖示，表示它的回答已經完成了。這個時候就可以使用 Copilot 的 Save as Note， 將它的回答完整的儲存成獨立的筆記，它會自動存成一個 MD 檔。回來這邊來試一下中文看看。Llama 已經回答完畢了。以上就是今天介紹的使用 Copilot 跟2個大型語言模型整合的一個功能，希望對大家在使用新的 AI 技術上能夠有一些幫助。如果你覺得我介紹的 Obsidian 技巧對於你在使用 Obsidian 上有幫助的話，請各位記得訂閱、按讚、分享，並且可以透過超級感謝來支持我做好接着的每一部影片。今天介紹到這邊，謝謝各位。